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。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，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。本以为并没有什么，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。她从来都不出家门，也不自己做饭，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，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，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。老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。我老公走过后，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，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，说他还小。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，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，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直接搬到了客厅。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，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。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，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。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，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，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关注产后心理健康，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我根本不敢想那晚的猫叫声后到底藏着什么。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老式公寓里，房子的设施比较陈旧，而且面积也不大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加完班回到家，正在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谁？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。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，再多上半层楼就是这座公寓的天台了，上面堆着很多杂物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那里，可这声音显然是从上面传过来的。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朝天台走了过去。当我靠近时，突然看到2颗幽蓝色的珠子在黑暗中晃动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。可下一秒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伴随着喵呜的叫声走了出来。原来是一只小猫咪，看到是它，我整个人放松起来。我打小就很喜欢猫，对于小猫更是没有抵抗力，索性我就从包里掏出了零食喂给了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我听见天台有猫叫声，我都会带一些水和食物去找它，这仿佛成为了我俩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可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刚回到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又听到了隔壁天台上传来了一阵猫叫声，我便和往常一样，拿起食物和水准备去天台找它玩。然而就在我一边端着水，一边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台阶上仔细听着。听着猫叫声，我心头一紧。凭我多年的养猫经验判断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猫叫声，这猫叫声的频率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起伏，就好像是有人在可以模仿着猫叫的声音，想要吸引我过去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尽力克制住自己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。就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天台上的猫叫声一直没有停止，它连着叫了几声后还会停顿片刻，就好像在判断楼道这边的动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好行李搬走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从楼梯退回来时听到的那几声猫叫，感觉已经模仿的有些懈怠或是不耐烦了。而这个学猫叫的人很可能已经观察我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我去天台喂猫，知道我是独居，甚至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间。我家的衣柜里居然藏了一个陌生男人。这天又是加班到凌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门口走去，本想着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然而钥匙转到最后却总是卡在那边，好像有人在里面故意反锁了一样。一阵悸恐突然袭上心头，因为我是一个人住，家里根本不会有别人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昏暗的走廊也感觉危机重重，我努力克制着恐惧，挪到了灯光相对明亮的电梯口，给开锁师傅拨去了电话。在快速说清楚情况后，又麻烦他在上楼的时候把保安也一并带上来。挂了电话，就是一阵焦急的等待，期间我还时不时瞄着家里的房门，生怕下一秒门会被突然的打开。不久，开锁师傅带着保安到了，门被缓慢的打开，漆黑的房间里危机四伏，我心也提到嗓子眼，生怕家里会冒出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躲在保安大哥身后，打开了灯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探索家里可能藏人的地方，卫生间、窗帘后、
床下都没有人。随后我看到了家里的衣橱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忐忑地准备去拉衣橱的门，门被缓缓地拉开了一条缝隙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阵很强的力道从我手上传来，门又被拉了回去。一瞬间我脑子充血，心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：有人！找到了！只见保安大哥瞬间闪到我身前，大力地在推拉着衣柜的门。出来，赶快出来！门最终被保安大哥挣了开，里面果然藏了个人。你是谁？你在这干嘛？保安大哥训斥地问，他却一直低着头，嘴里也呜咽着什么。打电话报警！你是来偷东西的吗？随后他就被保安大哥带走处理了。经过询问后，我才得知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鞋子里的习惯，这个男人在偷我鞋子的时候发现了钥匙，这才进入了房间。想到这，我真是一阵后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谨慎保管好家里的备用钥匙，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。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二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小谢，小谢，小谢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。然后
我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，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。小雨到底怎么了？隔着人群，我依稀看到了她眼底的绝望。我冲了进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将外套披在小雨身上。她一直在哭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不要看，赶紧散了！小豪愤怒地朝着围观的人吼道。我怀里的小雨突然抖了一下，把头紧紧埋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。回到家里，小雨的身体依旧不停颤抖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眼角挂着泪。小雨，喝点东西吧。小豪轻声的提醒，手里还端着2杯热牛奶。只见小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突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猛地推开我，尖叫着打翻他的手上的牛奶。我赶紧拉住小雨。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豪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对，有事情说出来，我或许也能帮上忙啊。小雨依旧目光呆滞。我很好，你不要问了。小雨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他最近太过反常。小雨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，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痕。我真的没事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雨踉跄地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。关门的刹那，他的手机里再次传来了那诡异的铃声。小雨条件反射地僵了一下。小豪无奈地看着我，你这闺蜜啊，怕是这里有问题。小豪指了指脑袋，我怕她会伤害你，要不我今天也留下来陪你。算了，我觉得应该要和小雨好好聊聊。小豪温柔地冲我笑笑，抬手拍了拍我的头。好的，那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笑着点头。小豪离开后，我的思绪一直很乱。小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？因为心里有事，我迟迟没能入眠。突然，小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动，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直奔小雨的卧室。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脊背发凉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小雨歪着头倒在床边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淌下来，一滴滴溅在地板上。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小雨就被推进了急诊。庆幸的是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小雨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究竟是什么导致曾经天真乐观的小雨变成了这样？可是我该怎么帮她呢？小雨出院后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和她睡在一个房间。一天清晨，那熟悉又诡异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小雨还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听到铃声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雨的手机。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，你把头发全剃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震惊不已。除了这条刚刚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记录了之前小雨所做的每一件怪事：地铁站里的屈辱，以及半夜照镜子、大口吃牙膏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原来都是受人威胁。我很快注意到发消息人的头像，让我莫名有种熟悉感。原本我并不想相信，直到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竟然真的是小豪。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用力地推醒小雨。当他看到我手上的手机时，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小莫，我其实没想瞒着你。他说如果我敢告诉你，他就也对你下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这段时间小雨到底在承受什么。我也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男友之前有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并不在家。这个混蛋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小雨，不仅侵犯了她，还拍了她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她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真没想到平日里憨厚老实的男友，背地里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小雨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刚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小豪径直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有你家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豪一脸无辜地说。也对啊。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怎么才能带着小雨快速摆脱这个恶心的男人？正在我思索时，我给你们买了早饭。小豪说着想拉我的手，我本能地用力甩开，大概是我下意识的动作出卖了自己。沉默片刻，小豪再次压低声音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怒视着反问他。小豪淡淡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还是都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随后小豪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对一旁的小雨吼道：你怎么不死呢？都是你来勾引我的！说着，小豪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冲着小雨走了过去。小雨吓得捂住耳朵，瘫软地蹲在地上。眼见小雨要受伤，我本能地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冲他后脑直接砸了几下。你个混蛋，渣男，垃圾！
小豪很快便没了反应，我借机拉着小雨疯了一般冲出门去。我们一路狂奔直奔派出所。待警察回来的时候，小豪依旧还在地上趴着。在看着警察把小豪送上救护车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小雨一瞬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口大口地吃牙膏。最近我家出现了怪事，放在洗手台上的牙膏不出3天就被用光了。问了合租的闺蜜，她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因为肚子不舒服起床去卫生间，发现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想着也许小雨也在上厕所。原本我是想敲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：小雨居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洗漱台前，手里拿着一管已经挤扁了的牙膏，而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牙膏，一脸享受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心想自己和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癖好，一时之间心绪有些混乱，于是决定先回了房间。住在一起半个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怪异的行为。我心里除了害怕还有担忧，直到听到了小雨回房的声音，我这才起身去了厕所。洗手台上一片狼藉，刚买回来的一大袋牙膏已经有不少都变成空的了。我战战兢兢地收拾好残局，失眠了一整夜。昨晚你睡得好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试探着问小雨：挺好呀，不过我看你像是没睡好呢。小雨冲我微笑着说。看着他现在的模样，我实在无法和昨晚见到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昨晚的事你不记得了？我依然无法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昨晚什么事？看他的模样也不像是故意在骗我，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不过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提出让小雨和我睡一个房间，他欣然同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小雨说他先睡了。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发现他并不在床上，心里正纳闷呢，突然听到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了小雨哀怨的声音：你说我好看吗？听到这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朝梳妆台望去，只见平时活泼可爱的小雨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一脸幽怨，而且她还涂了口红，只是口红的颜色太深了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咬破了嘴唇一般。小雨，你干什么啊？我好看吗？她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只觉得瘆得慌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雨便自顾自地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房间，去了卫生间。她好像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然后她又翻出了牙膏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那贪婪而满足的样子，就好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害怕极了，赶忙进到房间，反锁了门，第一时间想到给自己的男友小豪打了电话。你快来，我害怕，我闺蜜她不对劲。我颤抖着压低声音：好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死死盯着房门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，生怕下一刻小雨会突然敲我的房门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就传来小雨房间关门的声音。直到小豪到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从房间内出来过。我快速地跟男友说了情况，他也是一脸震惊，但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敲了小雨的房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敲了很久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小豪慢慢扭动了门把手，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缝隙。只见小雨睡得很死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牙膏的泡沫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。关上门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梦游呀？我俩从小就认识，没听过他有这个毛病呀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但好在男友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安全感。早上醒来后，我看到小雨从卫生间出来，看我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小莫，昨晚我在你房间睡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没事的。我连忙摆手笑着回避他的目光。经过这2天的惊吓，小豪打算带我去散散心，于是我问了小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个街。而他刚准备回复我的时候，手上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不太舒服，还是不去了。突然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机铃声，想到前2天小豪刚出差回来时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小雨一反常态，浑身发抖的样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便直接转身回了房间。果然，对于我来说，逛商场确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。很快我就把小雨的事抛在了脑后。小豪也很贴心，拎着各种大包小包，苦哈哈的陪笑。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在等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总会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，甚至有时候还看到了他嘴角的笑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也是含糊其辞。小莫，你别多心嘛，都是工作消息呢。我见他态度诚恳，便没有深究。吃了晚饭过后，我们就打算回去。就在我找好了空位，安静等待列车进站时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听出那是小雨手机上那种奇怪的铃声。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小雨正站在人群中，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直到脱的只剩下内衣。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！
每当我看清那女鬼的脸是于小神后，都会在这一刻惊喜。那真实的感觉，仿佛那个躲在床底下的女孩就是我。3年以来，总是重复的这个诡异的梦魇，简直折磨得我不行。于小神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，她本名叫做于小青，只不过她平时神神叨叨的，宿舍的人就都叫她于小神这个浑名罢了。她除了喜欢喂养一只青色的小蛇作为宠物外，最诡异的是她还偶尔在半夜突然坐起来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原先我只以为这是她有梦游的毛病而已，直到有一次，我夜里突然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麻吉先生的视频，很晚都没睡，突然见他坐起来，好像在跟人对话。你问我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，反正你也就这几天了，毕竟5楼也不低了。这一次我很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对话，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直到3天后的凌晨2点，我们学校突然出了大事，住在我们这一栋5楼的一个女生，半夜从楼上一跃而下，当场身亡。这个女生跳楼的时候很诡异，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叫声。这几天整个宿舍楼的同学都很害怕，直到我一个同乡住在跳楼的那个女生隔壁，她无意间跟我说，那个女生跳楼前的几个晚上，经常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，看着楼下一动不动。有人问她怎么了，她总是用一副平静无比的语气问别人，你说从5楼跳下去之后会怎么样？这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好奇，让听到这句话的人毛骨悚然。不管听到这句话的人有没有回答他都会自言自语地说一句，有人跟我说了，他让我试一试。据说他走出宿舍跳楼之前，被同宿舍的一个女孩看到了，还问他这么晚了，你出去干嘛？这个女生回头笑了笑，没什么，我出去跟一个朋友聊聊天。听到这句话，我顿时感觉背脊一阵发凉，头皮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，因为这让我想到了于小神那天晚上的梦话，难道是他在跟这个跳楼的女生在对话？从此之后，我就有些害怕于小神了。哪怕宿舍里其他同学都因为于小神的神神叨叨，或多或少的都在排挤他，我一直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从来不敢得罪他。那个跳楼的女同学穿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。最后学校和官方的调查结果是，那个女同学因为跟男朋友谈恋爱，她家里人极力反对，还非要她回去和别人结婚，并且因为这个矛盾，家里人也不供应她读书了。她也要求跟那个男朋友私奔，可是她男朋友拒绝了她。她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力，又想到自己想托付终身的人也不支持她，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。我没有见过那个女生的死状，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想，她就是出现在我梦里面的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鬼。至于于小神，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我的生活轨迹当中。当然，我们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也在这3年中陆陆续续的出事，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。我只是不断的做着这个恐怖的梦，结局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，只不过这个梦的结尾一直在改变。要知道，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，视频里面的他，或者说是我，是没有被这个女鬼找到的，一次次的都结束在女鬼那消失在走廊的恐怖走路声。我会被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憋醒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这个梦魇为什么会一直缠绕着我。那现在梦里的我被找到了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以后洗澡注意点，把门窗都关好。我刚从浴室出来，正用毛巾擦头发，就收到了同事发过来的消息，以及一张照片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头没尾的，什么意思？对方很快就回复了，只有一句话：你们那层楼有变态。我更疑惑了，这才点开那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，放大了2倍之后，才分辨出图片里那是个人扒在我宿舍的浴室窗户上，果真有变态。这谁拍的？什么时候？2条消息发出去，石沉大海。我没了耐心，索性一个电话拨过去，同事很快接起来，但却压着嗓子说话：喂，我宿舍有人，没看见你的消息。我开门见山，你那照片哪来的？那个呀，别人发给我的，就刚才我认出是你那屋，想着提醒你一声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老子一个男的也是。同事沉默了一会，才接着说，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这年头连男的都不安全了，你要小心啊。电话挂断，我又把那张照片看了好几遍，虽然画质渣，但依旧能看出是一个男人，就站在阳台边缘，探头往浴室窗户里看，可不就是在偷窥？南方到了晚上，天气依旧闷热，所以我洗完澡只穿了条短裤，但现在却觉得一阵恶寒，这都什么事？哪个狗日的敢扒人窗户？别叫老子抓住！我把图片放大，可拍的实在模糊，又是个背影，根本分辨不出画面里的人是谁。除了一肚子火气之外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我随手找了件短袖套上，完事还是觉得不舒服，又翻出一条长裤换了，烦躁的往床上一躺，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件事，只能打开手机看球赛。本想转移注意力，却忽然想起一件事：我半个月前才入职，当时因为宿舍分配出问题，还住了3天酒店，是物业管理那头出的错，把206和602的钥匙弄混了。原本该住在2楼的女同事错拿了我的钥匙，那姑娘比我早到1周。叫王希，她拿了钥匙之后问都没问，发现2楼206房门打不开，就直接循着钥匙上的编号，提着行李上了6楼。还是等我到公司入职去找物业，这才知道闹了乌龙。可公司那边的登记不好更改，水电费结算都跟工资卡绑着，重新修改太麻烦，最好我俩之间调换。我看他一个人不方便，就主动帮他搬家，从6楼换到2楼，一来二去也熟了起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可能我俩换了房间，可那个偷窥的人却不知道？他跟往常一样听到水声过来扒浴室窗户，却没想到里面换了人。毕竟看他熟络的姿势，恐怕也不是第一次。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真是个人渣。没想到公司宿舍还住着这种人。我拿起手机，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王希，可转念想想又怕吓到他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正纠结着，电话响了，我看到来电提示，却是一愣，是王希打来的。他难道知道了什么？我犹豫着接起电话，喂，
对面的人立刻出声：“李平，我也不想麻烦你，但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刚刚有人在敲我的门，特别大声，我不敢开门。他声音发抖，带了哭腔。我皱眉，立刻联想了到那个动作猥琐的偷窥男。你别开门，就在房间里等着，我这就下楼。也来不及换衣服，踩着拖鞋就出了门，用最快的速度往2楼跑。声控灯亮了一路，可拐进2楼楼道之后，却发现根本没人。206门口也空空如也，难道是走了？我怕敲门声吓到王熙，索性打电话叫他开门。喂，他压着嗓子跟我说话，小心翼翼。我放缓语气，安抚道：“我在你门外了，没有人，你别担心，估计是谁走错了。”可我话还没说完，低头却发现地上有东西，像是一张纸，被顺着门缝塞进屋里头，只有边角露在外面。我预感不好，没继续说下去。你先开门。好，我过来了。电话挂断之后，206的门从里面被推开，王熙穿着睡衣，头发胡乱披着，眼眶发红，模样有些狼狈。看样他是睡着之后被吵醒的，估计吓得不轻。他没敢走出门，畏缩的往楼道两边看，发现确实没人之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哑着嗓子：“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”我摇头，表示不客气，蹲下身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是一张被折起来的白纸。他看到之后也一愣：“这是什么？不是你的？”他摇头：“不是，是不是风吹进来的？这几天风大。”我没说话，低头展开了手上的纸条，发现最里边那一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：“妹妹，搬家了呀。”我面上一沉，这还真不是风吹的。王熙好奇纸上写了什么，要接过去看。我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，避开他的动作。他半夜被人敲门已经吓得够呛，要是再看到纸条上的内容，恐怕更难接受。没什么，小广告。他狐疑地打量我，明显不信宿舍楼道里会有小广告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擅长撒谎，索性转移话题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房间不太安全，今晚要不先跟其他女同事挤挤。他盯着我半天才说话：“李平，你别瞒着我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心里才有底，才能有所防范，否则更容易胡思乱想。”我一时语塞，但他说的对，作为当事人，他有权知道情况。我叹了口气，把纸条递到他手里，还有我洗完澡之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也找出来给他看。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，主要是怕你被吓到。浴室、爬窗、威胁性，这些线索足以勾勒出一个躲在暗处偷窥的猥琐形象。他翻完聊天记录，把手机还给我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转发给我一份？”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怎么做？当然是抓到他。这个人敢这样，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不能就这么放着。因为颤抖，他说话都磕磕巴巴的，但我听懂了。6楼不算高层，但也在半空，一旦摔下去，就算不死也会残废。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这人就敢冒着这样的风险扒窗偷窥，说明他的猥琐变态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。王熙死攥着那张纸条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我叹了口气，劝说：“你先别怕，肯定能抓到那个人，别太担心。”可这不是废话吗？发生这种事，她一个女孩怎么能不怕？我收了声，盯着照片里那个猥琐的背影，攒了满肚子脏话。电话忽然响了。如果半夜家里客厅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被她发现就会被杀死，你和隔壁的外婆要怎么才能活下去？我猛地睁开眼，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。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，人脸解锁失败。没错，这已经是第4次循环了。回想起王琴的女儿是我们附近中学的学生，一个乖巧的小姑娘，之前在学校总被欺负，但知道王琴非常辛苦，懂事的她从来没和妈妈讲过。结果再有一次被同学欺负后想不开跳楼了，欺负她的人家里都有钱有势，这件事被压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报道上写的是，由于母亲疏忽对女儿的心理辅导，导致女儿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小可跳楼的报道是经我手发表的。王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，曾多次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能帮她女儿把事实报道出来。她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小可真实的死因，她想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走到门边，轻轻拔下了钥匙。这一次我动作缓慢无比，没有发出声音。王琴还在看手机，她没有发现我。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外婆的房间，锁上房门。我依旧让外婆躲在床下，我只希望这次外婆暂时不要清醒。我将手机充电，这一次一切似乎非常顺利。就在我充完电打了报警电话之后，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，显然在往我们所在的屋子靠近。依旧是熟悉的砸门声，门很快出现裂缝。王琴，对不起，放下刀吧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小可的真实死因，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颤抖着说道。王琴似乎愣在了原地，眼泪从她眼中流出。我只想要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相，可那些害了她的人换了个学校，依旧过着潇洒的生活，而你明明知道真相却为那些人隐瞒，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我要杀了你们，让你们也尝一尝亲人死去的滋味。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我没想到我的话反而更加刺激到了王琴，她砸门的动作更快了。我拿着拐杖砸在她要开门的手上，只要再坚持几分钟，警察到了，我和外婆就能安全了。可王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她打开了门，我奋力的反抗，我听到了警察破门的声音，但是我们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。此时一个瘦小的身躯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。你个坏人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孙女。小佑别怕，外婆保护你。我抱着外婆，泪水早已糊满我全脸。从小我与外婆就相依为命，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，她总会挡在我身前赶走他们，哪怕她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哪怕我现在每天忙没有时间陪她，但每次我回到家，她看到我都是笑眯眯的。小佑，你回来了吗？我知道外婆就算得了老年痴呆，她一直都在努力记得我，哪怕我有时候对她发脾气，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。警察把王琴制服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外婆回不来了。她闭上了眼，
身体慢慢变凉。警察把我搀扶了起来，似乎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看着被制服的王琴，王琴，你想要的报道就在这个手机里。其实当时王琴打电话找到我的时候，小可跳楼的真相已经写好了，可主编的施压，我一个实习记者也左右不了什么。为了我的工作，我选择了沉默。我打开了写好的报道给王琴看，照片上是小可留下最后的一句话：妈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为了我这么辛苦，我爱你妈妈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看着王琴眼神逐渐崩溃，嚎啕大哭，我的心也揪了起来，因为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外婆。我咬了咬牙，在众人惊讶的眼中跑向阳台跳了出去。我再次回到了凌晨3点，我知道我赌对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。王琴，那份没发出去的报道就在我的手机里，小可还给你留了一段话。王琴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，我知道你想为小可报仇，但是小可她也不想你这么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把手机交给我，我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你一定想知道小可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吧？我颤颤巍巍从王琴手上拿出手机，小佑，你回来了吗？外婆从卧室里出来，外婆，我在跟我朋友聊天，你等会儿再出来好吗？我朝外婆微微一笑，看着外婆点头走进了房间。我转头看向王琴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与外婆也是相依为命，因为我的懦弱，我没有发布这个消息，但是报道我已经写完了，你先看看好吗？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王琴沟通，打开了那篇报道。我紧盯着王琴看手机时的神情，果然她看到最后那句话，丢下刀崩溃到嚎啕大哭。小可，妈妈的小可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呀。我再次拿过手机，把那篇报道发了出去。你放心，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小可的事情，伤害她的人会付出代价。王琴抬起头，她似乎慢慢平静了下来。我已经去过他们家了。警笛声传来，警察破门而入，王琴就一直低头坐在那里。我看着她被制服了，终于循环结束了。我冲进外婆的房间，看着好好的外婆笑眯眯地看向我。小佑，你忙完了吗？我紧紧抱住了她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没小可又有什么错？凭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他？为什么你连个事实都不愿意公之于众？伴随着刀光闪烁，我又一次失去了意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。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，人脸解锁失败，